岩石加草坪的这番搭配，相对于枝繁叶茂的沉木景，你会更喜欢哪种？据我了解，能够勾起绝大多数人对草纲初始兴趣的，我想还是属实景。但好像频道就一直没有一个关于原石主题的草纲造景。分析一下，可能我获取到木头要比石头容易太多了，这就导致造景清一色都是以木头为主的，所以我势必要开一支实景缸。好巧不巧，前阵子迷上了一款新奇的石头，那么就让我们来瞧瞧这个据说能平地日本万天的黑云石。这次开缸，我将采用黑云石作为素材，同时也是我首次尝试此类风格。在开始还需要确定一个重要的尺寸——缸体大小的选择。我的思路是，假如素材数量比较有限，可依靠素材的尺寸去帮助我们找到比例合适的鱼缸尺寸，以达到最佳观赏的效果。因为素材受限是绝大部分玩家的常态。所以我一顿挑选后，确定了我的主石最高尺寸是30公分左右。先 pass 掉造景需要出水面那么一个选项，索性还是选择回60的标准尺寸缸体。原因是岩石最佳观赏方向面大概不是垂直摆放，36公分的高度绝对可以应对自如。摆放好鱼缸，由于条件受限，只能挤在狭小的货架中，先克服一下，因为马上就要搬家了。随后把背景灯胆安装上，品牌是 DET， 虽然是纯白，但是可以通过后期安装原厂附带的蓝白、原生绿、黄白3种膜去改变它对水景观赏的视觉效果。水草布局方面，确定全部种植绿草，选择雷斯达 S60足以应对。给个理由是整灯防水，尤其在这种狭隘的空间，给打理维护时多了一份安心。3至5 cm 的火山石大小适中，作为底床铺垫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不过火山石的摸石硬度是比玻璃高，使用下来玻璃底部会刮花。我是无所谓，正常人谁看得到那一面？但是也要小心，别去接触到四周的玻璃。实在不行就换成青石，效果一样，但价格略高。水草泥倒入后，正面厚度控制在3-4公分，背面先推到10公分，还是要看素材入缸后的比率去调整。第一块就是主石，实行圆润修长，无太多棱角。找到层次感较好的那一面，用前面的小块作为垫脚石，同时副石入缸。接下来就是漫长枯燥的角度调整。摆了有20来分钟，还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。不用考虑，一定是素材的问题。所以我更换了一块，体积稍大，亮面棱角层次丰富多一点的。没想到感觉就出来了。2块石头的碰撞，以各自不足去凸显对方的特点，相互成就，才能共创一幅美好的画面。大体确认后，配石的添加就是为了营造自然延伸，而这2块靠后的，则是增加整个造景的空间感。随后开始加水，水管一端是400G 的 RO， 出水流量较小，不会冲散精心平好的水草泥。接下来种植的主要有趴地矮珍珠和少量的迷你牛毛，购买的量少了，导致种植间隔很大。石头上沾点美肤墨丝，随机分布，并不需要做到每块石头上都有，主要集中在左边的区域。2石之间，我选用趴地百叶去盖满它，体现植物在石与石的夹缝中生存。种到棉签水平线区域内，区域外选用细叶水兰，生长很快，形态为线叶，可随着缸中水流不断摇曳。现在加满水后的样子，你们猜1个月后能成景吗？答案是1个月后它这样了。所有水草都有明显的变化，但唯独这个趴地只爬了一点点。我断言可能是2代泥开缸时期的跌霜导致的生产停滞。于是我在12月中旬做了一次大维护调整，趴地重新种植，细叶水兰也换成墨西哥大沙草。那就让我们再看看1个月之后的效果吧。